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比特币。上一期节目中，我聊到灰度基金砸盘的事情，分析了很多的东西，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赞同。经过这2天市场的变化以及最新资讯的更新，事情呢就越来越明朗了。那我先说一下我的结论，不会再有像今天这样的砸盘出现了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至少呢灰度不会再砸盘了。那我们今天呢会根据灰度官方人员透露的一些消息，以及 GBTC 上市交易后的这个情况的汇总再加上这个 FTX 的这个砸盘最后会得出我自己的结论，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请注意，本期视频呢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加密货币市场风险很大，你有可能输掉所有的本金。如果说你不属于这个市场，请不要轻易投资。如果说你想快速入门加密货币并开始赚钱，请加入立个会员群，链接呢在视频的下方。那上次视频拍完之后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灰度基金设计出来的比特币的信托基金他们不会想不到在成功转换成现货 ETF 之后，那会有人利用这个差价去套利吧？那灰度基金的设计者以及他们的这种高级的管理人员，难道真的想不到吗？根据常规的推理，作为华尔街老资本玩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点，都想不到的。那真这样的话，他们还做什么基金公司？回家玩去呗。那我认为这个灰度基金这一套结构的设计者早就想到了这一点，甚至他们呢会利用这一点去自己去套利。那带着这个问题呢，我翻了灰度的网站，那终于找到了前几天的一个访谈的节目，这是在2023年12月1号的一个访谈中这一篇文章，大家看这个截图。那这2个人呢，分别是灰度基金的首席法律行政长官和首席财务的执行长官。那他们在回答灰度比特币信托基金转换成现货比特币的 ETF 之后 GBTC 该怎么运作的时候，有这么它的交易的折扣呢是 8.09%， 也就是这个折价，也就是18.9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假设当前折扣消失， GBTC 在 NYSE ARK 上市，这是一个美股的交易所。那上市成为 ETF 之后，将通过套利机制为投资者释放约18.9亿美元的价值。那这几句话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我们提取2个重点进行分析。那首先 GBTC 股票的价格将更加紧密的跟踪比特币的价格，这意味着以后的差价呢会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再会出现溢价或者是折价。那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今天 GBTC 收盘价格呢是35.82美元。那根据目前比特币和 GBTC 的换算的一个关系那一个 GBTC 相当于 0.00089386 个比特币。那反过来说，一个比特币换1119个 GBTC。那我们上期节目说的是一个比特币换1000个 GBTC 呢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根据这个市场还有价格的这个变化它有了一些调整。那然后呢，这个1119乘以 35.82， 那得到了比特币的价格呢就是40082。那这还没有加上这个1.5%的手续费这些折损。那也就是说，比特币的价格呢在40082以下的时候，那 GBTC 赎回比特币抛售的这个概率呢将降低为0因为就没有利润的空间了。那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对吧？那所以前面比特币价格呢一直在这个价格之上的时候，那你拿着 GBTC 去灰度赎回比特币呢是划算的。那比特币价格跌下去了，那就不再划算了。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呢是4万的整数的关口，所以说呢是暂时的安全。那还有一个因素呢会导致这个不再有兑换那也就是 GBTC 股票的价格上涨大于了比特币的价格，那也就是有了一个倒挂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也是有一定概率的，对吧？所以他们的这个2个高管呢在2个月之前就提到了，那溢价和折价呢会慢慢的消失。那第2个重点呢就是根据当时2023年11月29号8%的这个溢价折算呢，会有18.9亿美元的套利资金会出局。那你看人家当时也就意料到了，对吧？那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1月10号的时候的这个溢价呢，也差不多是8%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游戏的设计者他怎么会不懂这个规则呢？他早就明白了。那根据今天的这个计算呢，那灰度一共是抛售了7万枚的比特币，总的市值呢是超过了28亿美元。那跟高管他们当时提到的18.9亿美元差了9亿美元。那我们先搞清楚这差出来的9亿美元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再回过来分析这个高管的这个数据。那根据这个 CoinDesk 今天的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了 FTX 最近出售了大约10亿美元的Grayscale， 也就是灰度的比特币的 ETF， 那解释了大部分的资金的流出。大家呢可以去找这个原文呢去读一下，我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根据2023年11月1号的这个法院的文件，当
时 FTX 持有2230万股的 GBTC， 那当时的估值呢是9亿美元。根据当时的这个 GBTC 的股价以及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呢，都比现在要低一些。所以说，到了2024年1月10号的时候，这些股票的价值呢就值了10亿美元了。那如果说换成比特币的话，就会更高一点。那所以这几天这个 FTX 清算委员会呢，就一股脑的全给抛给了这个灰度把这个美元给拿了回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最近一直下跌的这个原因之一。那灰度加上 FTX， 那可能呢会有朋友会疑惑 ，FTX 不是已经破产了吗？为什么还他妈的阴魂不散呢？那这是因为破产程序呢还要走清算，它并不是说我宣布破产它就完事儿了，那还要后面一系列的进行清算，那将所有的资产负债交给专业机构，那这些机构呢会帮忙清算所有的资产，然后呢把钱再还给所有的债主。那我们这里提一个题外话，那 FTX 最后被证明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破产，那只是这个 SBF 爆炸头啊，他的管理的团队太混乱，那自己公司有多少钱，钱包里面有多少币，根本就搞不清楚。那我们有机会呢再好好去聊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大家看到了，现在应该明白了，灰度抛售的这个比特币里面呢总价值是28亿美元，那其中灰度的这个高管呢他早就算出来了有 18.9 亿的这个套利的空间，那剩下的呢他没算到的，或者是算到了不愿提及的，就是 FTX 的9亿美元。那说到这里，我觉得呢甚至都有一种可能呢是灰度自己在搞这个套利啊，那你还真别不信。那如果说是你设计出来的这种游戏规则，那你知道有人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会搞套利，那你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和机会的话，你会不会自己先动手？那你可别说这个美国的金融是干净的啊，那美国的金融可能是全世界最肮脏的一个地方。那么问题来了，那灰度套利出来的钱，它是公司的钱还是私人的钱？那我认为呢，它依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财产。那公司的资金那会用来干什么？这个套利出来的钱，它还属于灰度基金去所管理。那么他拿了这个钱去干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买币啊，因为他们灰度基金就是去做这个加密货币的。那到底他们未来是买比特币，是不是买比特币我不知道，但是呢一定会去买币。所以说接下来那我们账算完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上一期视频我们说到这个周一的这个会有一个假摔啊，当时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那确实是偏乐观了。那另外呢也是忽略掉了这个 FTX 的因素。那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它并不是假摔，是摔倒了之后并没有爬起来，那这就是真摔了。但是呢后面呢我认为还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爬起来，还会不会继续下跌呢？那我个人认为比特币接下来极有可能呢会横盘。那如果说灰度基金套利的资金呢冲进去了其他的比如说以太坊之类的啊，那之后再回到比特币，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那另外呢，其余的这9家的这个比特币 ETF 它也不能闲着了，对吧？他们要按时去买进比特币。那如果说这段时间大家都看清楚状况了，大家都不卖了，那价格是不是就要涨了呢？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说，你说的呢，都是你的个人观点。那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博主都说，这个比特币还要继续跌，要砸盘，要崩盘，要崩到35000甚至3万。那首先呢，这些也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那我有我的个人观点，他有他们的个人观点。那而且呢，有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记住啊，仓位决定脑袋啊。那就是这句话呢，是借用这个屁股决定脑袋。那满仓的人期盼着涨，空仓的人期盼着跌。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人啊。那2万的时候啊，他们不买，然后呢眼睁睁的看着比特币一路涨到了4万8。那一路空仓，那天天这个难受啊，盼着暴跌。那这几天跌了，好开心啊！那我说，那你倒是进场对吧？那你人说再等等，好，那只怕他会再次错过，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后市会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收看，请一定帮我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